我操，上单差距，上单差距。都是大满贯了，都是全满贯。完了，现在这我真是世界第一上的，就这几个皮王的叛徒，就靠2个叛徒赢的。成绩什么？这下真轮到了第二赛局。恭喜韩华不断的逼离级的黄金之路，黄金之路。一跪你们，猪头，你这个 BLC 跪下。第二季你们赢了，我投降了。贷款11上，贷款黄金之路，闹够了没？我才是真正11上，唯一神王，大满贯，韩华决赛狠狠复仇 ，BLG 各路解说痛苦面具绝望至极，你们赢了，我投降了。起来了，一选奎桑，炳哥终于牺牲了，没问题，这不是牺牲吗？这绝对牺牲啊，这还不牺牲啊！我操，奎不算牺牲。右边巨魔寒冰，王28笑哈哈。右边能不选巨魔吗？他只能巨魔了。韩华的女明星才可以去 AD 啊。如果标记不先出辅助，她这个女明星是去不了 AD 的。对，右边只能巨魔，应该是巨魔加寒冰，然后左边这边3楼派克。寒冰3楼分加巨魔，3楼可以派克了，这样就可以派克了，这样派克挺舒服的。如果是派克，那打团其实不爽，在野区很爽。主要不选派克的原因是，2楼不选派克的原因是怕右边选轮子8，你知道吧？把蒙都办了，选轮子8就很难受。把蒙都办了。那么这把 BLG 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班人，他直接把阿卡丽搬掉之后，自己可以裸选塞拉斯啊，完全没问题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想，准备点大树也很牛逼，我跟你说，大树奎阳体也很牛逼，千珏直接亮。我操，有点急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接千珏，卡拉维不是查尤恩已经略出感觉来了，卡拉维已经略出感觉了。对呀，绝对是千珏带上很多。中国队长出击！不用等到第5把，因为没有第5把了，直接进爪。千珏打巨魔也是好打的，千珏不用办乌鸦，乌鸦是8星球。乌鸦走上搬了，HLE 好聪明啊，把塞拉斯搬了。难道说罗永恩、罗卡牌？那像梅尔可以放中路啊，我再选个 AD 你怎么办呢？我梅尔放中路，我再选个 AD， 很舒服呀。卡牌加乌鸦吗？这右边5个人能凑出1个伤害吗？妖姬吗？妖姬一般般。岩雀，有一说一，我觉得这把这个千珏尔亮早。其实我觉得左一跟妖姬都比这个，我觉得岩雀反而没那么。是的，因为其实考虑到自己的队友没有那么灵活，如果他不选一个正面的英雄，感觉队友压力会很大。对，你像蝎子、梅尔和奎桑都是比较笨重的，这把阵容有点费劲了呀。今天命中注定要拿冠军啊！说真的，天注定要拿冠军，这就是天选之子啊！而且要吃快一点，吃慢了 F6不刷印记了。上半区的印记，清洁中路第1根，跟 T1 那把的剧情完全一样啊！但那一把 T1 熏吃的是下河蟹，长到了下面。这把吃上河蟹，长到了上面，这里有点危险。技能是交不了的，只能放平 A， 但有 W 的，顶塔里动不了，直接被秒，死亡闪！我操，这蝎子熟练度这么高啊！没有踢很爽的 ，nice！ 哎呀，蝎子好处理，是非常冷静。对，控到这边直接跟上 ，nice！ 我操，这画面感。道贤是100%必死的，但是欧文靠自己的操作换到了一个人头。在我看来，乌鸦打奎桑提，乌鸦是一个劣势对局啊。闪，想找机会换闪。OK， 闪现没了。那等会儿奎桑提6，乌鸦直接一个死。闪换闪无所谓，你还有位移吗？闪换闪赚血量，一个1升位移，你没位移就等着死吧你。换闪绝对赚，6级掰掉就死。我不知道宙斯主动选这个对局是想干嘛？他可能想后边兜底团战吧。啊，但这波线只要被奎桑提控回来，乌鸦1个线吃不了了。这没救到，里面没眼的。跑了，炳哥还是有个魔抗的，炳哥成熟了，炳哥。这里兵只要不上头，其实是没有什么角度的。蝎子也来了，不是活活，这要绑架队友吗？你有刷死野怪吗？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被反蹲，在狗眼李不人。我操，这演的太他妈真了，兄弟！我的妈呀，这演的太像了，这很假呀，早走假的流水了。有这么兵哥也有点魔，其实今天啊，这时候如果吸引巨魔抓上他就在那拿个蛤蟆必刷的就能赚回来，他的千珏过来了。这他妈这乌鸦不走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？他觉得他这个走位就是自己身后没有人，又怕对面的千珏来上路，然后一直在闻经验，然后兵哥就想装波大的，但这欧文已经到位了，6级的乌鸦要刷抵赖，顶墙直接死了。人头给勋，人头给勋。Let's go！ 吃到印记，孩子们啊，知道你必死无疑了。我等印记挂上了，我再杀。我的妈呀，这骚鸭！粘回来，完了，柴文被粘回来了，被粘死了。欧文这个位置没闪也要被啃死。不是干嘛呀？直接走了呀，看巨魔直接走了呀！我操，这他妈杀1个还不够，还要杀呀！我操了，兄弟，受不了的大骚鸭！这波有点可惜呀。完蛋了，我
操！这他妈乌鸦吃2个头，我日！呀，欧文也后悔了，他妈的，我的，不该杀的。欧文这波送大了，没事没事。来吧，好像给机会了，直接开大，中文没踢的，不中文没闪的。看蝙蝠侠这里怎么说，詹想拖蝙蝠侠的大招，蝙蝠侠这里大招还在詹1打4被顶回来，回来，再接前到墙上，还能4层印记，舒服。OK，梅尔拿到人头，而且千珏拿到印记。是的，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，两边上单还比较容易给到机会。对，可能飞上，他俩最后一只来越上了，看饼哥的操作吧。他不能走，他死也得死在塔底下。想动4打1，天皇有闪气中了，这里只能靠自己操作了。W 挡一下，一个 W 先控制免疫起来，直接被压起身了。高手，看到没？扛是高手的象征。兵哥这波该撤了，因为轮次在下路，该撤了。对面有重加推塔，对面尴尬先锋真该跑了，兵哥这样。兵哥脚没想到，哎，中国队要死人了！哇哦，刷到脸上了，我操，很刷！小河蟹8分钟死人啊！这好像是必刷的，因为没有那个没有 F6，没有蛤蟆，必刷。不管是拿底赖的印记，还是去下路拿宙斯的印记，这把印记非常舒服，已经是4练了。现在断到吗？哦，没断到。马伟过来蹲一波，下路还是想进攻啊！怎么说？欧文被粘住，1个E直接转走，气死你！漂亮，欧文回到塔下看怎么防守。 K 奈还有点远。哎呦，卡牌直过来扛塔又死了，闪现一下，哦哟，打了1，但是能反杀吗？好像不够啊。道哥尽力了，但是别全赶过来，哎，这个大刀道哥没了，古马有血，古马手跑不了吧？古马手闪现还是弄死了，闪现可以，早点叫他起古马手没事了，这个台，哎。 黄牌消失了，但是岩雀不足以杀人，你知道吧？岩雀这个一手。再来，这卡不敢回头扔牌，回头扔牌会扛到塔。哇，有点可惜啊，还是被拉走了。可惜这波真的拉得很满了呀，这个闪现挡弹，闪现过一吃，然后反弹啊，可惜啊，真挺秀了。这波 Viper 上限有点高啊，他直接闪现挡，他直接闪现弹翼，你知道吗？这波上限有点高，可惜没有把卡牌给杀了。早的察觉到了。 然后欧文进去一个钻，他就是进去升6的，但是经验 Viper 离他太远了，他没办法打那个小豆豆。打满了，我操！飞雷炮上去摁塔，晕2个，导致塔还多扛2下塔。这有屌啊！导致小柳不死。对，操作已经基本上拉满了，但人有点多。是的，哎，真的很好的画面感哈，这波 Viper。是的。我操，可惜了1逼啊！为什么每次 HOA 杀2个人都要来这个？哎，又打起来，塔牌怎么飞的是岩雀啊？千珏这个位置，我觉得这波能操作啊。上单蝙蝠侠有 TP 的，这波蝙蝠侠不能来，蝙蝠侠来了，左边不好打啊。魁当提是比较笨的，这波有操作空间。这波乌鸦是有 TP 的，乌鸦已经踢了，我这活感觉要团队了，要踢了呀，踢中路了。开出大，能开出大了吗？欧文救了，开就不用开，能开出来。岩雀来的太晚了，完蛋了，比利！我操，没办法，烧鸭来了，一个人呢，我操，完了呀！你踢的没有对面快呀，只能走了，没办法呀。宙斯踢的太快，太团队了，我操，这一波线都不吃了。你看乌鸦这里已经回了，看到没？乌鸦已经逼了，这波逼了买装备马上踢过来。 这波绝对不可能打得过的，乌鸦是补过装备的，比哥还在上面吃线，就是岩雀下路吃线的一瞬间被汉华给抓到机会了，他那种打架过程做的真的非常好。如果要是说歇的前的时候岩雀正好在，其实能操作，那这样就操作不了。现在问题是谁来解决烧鸭？这波怎么都打不过了。对，这就是嗅觉，兄弟，这就是嗅觉，没办法，因为他知道小龙刷新的，他就是得早点避，他就是要直接避着踢过来，没办法，兄弟。火火还是太团队了，火火不贪兵啊，火火不贪兵线啊，火火让队友玩得很舒服。队友玩的太是跟弗兰学的感觉，是绝对跟弗兰学的。玩动车玩到这卡怎么说？这卡可能要被秒我这一剑。我操，还反应快！我操，他这个闪的位置很吓人呀！我操，不是这波送一个够了，这波欧文想害2个，欧文想害2个，对，这波不可能杀得死的，伤害不够。 3个人，一定要3个人。怪手大的这个穿梭，标记不对了，这怎么跟蝎子跟岩雀去越塔呀？还是越一个有时光的？标记真不对了吧？岩雀和千珏要过来打，要说过来抓这个梅闪的卡牌，但实际上巨魔在旁边保驾护航。岩雀这个英雄没3个装备，打人都不痛，至少要13级，2个装备以上，不然这英雄伤害太低了。Navi 看到千珏了，应该不好越了。我这里又被粘住，你交易我再交易，大招先一吸。硬灌，千珏能保吗？大招好了已经，大招保一下呀！千珏怎么不给他大呀？硬换金换巨魔吗？哎，你100块，我100块，换你1000块。哦，行，可以，赚的。漂亮啊，这把还是有点机会的。Navi啥情况啊？又发狂了，舒服了，兄弟，舒服了。哦，打小龙上路2个人缠一起了。
姑妈这里血量掉的比较多，还行一个治疗抬回来，两个人上路站起来了，感觉是好事啊！乌鸦不来也是好事啊，感觉乌鸦不来好事，卡牌黄牌顶前面开先锋，让蝎子坐车，乌鸦先来了，兵哥快踢呀，兵哥又慢了，哎，反弹打3个，很好，但是这斯也拉到3个呀。那外后续熏大招开出来，不过这里乌鸦完全没人管，去掏后面了。艾希也被掏死，不过奈特也被掏，太恐怖了，这骚鸭受不了，这骚鸭，为什么兵每次来的这么慢啊？他为什么早点来啊？很需要他呀，正面他老摊那几个兵干嘛呢？昨天那个乌鸦的画面很像啊，根本没有输出处理他。打团得管乌鸦才行。那这波打完，龙又丢，人又死，完完全全的亏。我操，乌鸦天神下凡，乌鸦处理不掉啊，这蝙蝠侠真处理不掉了。所以2楼为什么不选巨魔？又怪 BP。肯定要怪，Viper 这把已经打得很好了。Viper 这波弹了3个，我操，这波弹了3个人都没打过，真没招了。你们怎么就那么不喜欢陈泽斌玩肉呢？真不喜欢，但真不能玩肉。又弄骚鸭，一箭射过来保，宙斯这里要下雨，宙斯这里居然没有下雨，他居然下了一波雷阵雨，顶级乌龙，那完蛋了，乌龙了，完了，运气也不站在 BLG 这边啊。他这波残血想消耗一下，酸辣粉闪现翼没减速到，自己在被战死，德莱格尔不会玩软辅啊，玩个软辅再往前闪现弄人，漂亮！道贤这里处决2个，道贤这里处决3个，道贤险呐！德莱格尔根本不会玩奶吗？关键，哈哈哈！我说实话，今天韩华真不能赢，就韩华今天真的不能赢，韩华能赢太夸张了。韩华今天凭什么能赢啊？今天就他们这个表现，他们凭什么能赢？少走点，没事了，先有单了，开一个闪，有大招，反弹，道哥。还行。哦，这把的 Viper 太活跃了，后续这个3打5太漂亮了呀！打的宙斯，我操，脑壳疼，怎么能被这种韩华领先呢？丹尼也晕啊！这波真不能去小龙了，这波得把人吸过来才能打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好去小龙，什么意思？运动战，就是运动战！把大刀拿出来，拉扯你。对，运动战。艾菲在这个位置很有。这边粘回来了，欧文这里先倒，一箭射到卡桑蒂，梅尔 W 也没了，酸辣粉可以尽情的酸辣了，完蛋了！道贤这波 W 开的好差，团灭了啊！冠军点又出现了，我操，到战歌了。今天最恐怖的是什么？今天最害怕的一点是 Delight 他就不带节奏，老实跟着纣大哥去打架。那说实话，最后一把的标记才是真难玩。而且右边这波是全闪啊，乌鸦也有沙漏。然后欧文想来开一波，结果被蝙蝠侠一技能打断了。隔墙一张牌定住，哎呀，好难玩呀！土行孙跟地干起来了。蝙蝠侠开粘了，直接往前粘，中亚一开，这波粘的效果一般。宙斯在送，我操，宙斯送啦！骚鸭给了骚鸭，我操，欧文是魅魔啊！我看出来了。宙斯以为自己很来劲，结果没想到有千珏，脆得像张纸一样啊！他以为自己很肉，他真以为自己无敌啦！烧宙，他觉得乌鸦自己开个你妈的风龙魂，开个大，你懂吗？很有感觉。这我没有那么神，他也会送的，但是他这把作用拉满了。对他其实他也会送，他每波团都能先到，这我也是送的，其实已经赢了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游戏又变得不对劲喽。这波只说正常来说，因为这卡牌在中路带，正常骚鸭在那里站着等炮车，等左边的人去冲，卡牌再来打，这是正常运营。因为卡牌的经济力现在够多，而且自己手上有双招的，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这么运营，好吧？只是说两边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暴躁期。蓝牌，小心这卡出来，已经在打了，觉得自己打团一定会赢。哦 ，BDG 只能大龙放手一搏了。这波其实卡牌要去找千珏。哎呦，这卡被粘住了，减速挂到，这脚闪很稳。怎么说？卡牌要往前走，我的熏都下的跑得很快。卡牌这边有黄牌，有蓝眼，点推视野，乌鸦有下一个拽，奈特这边也在被腰带堵，这冰杖已经点速粘起来了，乌鸦这边进场了，狂狮这边一个推抬到了，关键抬奈这边被 AD 抬死了，但是乌鸦这边过来，秦局这边大招，秦局地形应该要死，能处理掉这个乌鸦吗？看残局的骚鸭，他有点无敌呀、残局的骚鸭没有了 ADC， 管不住这骚鸭，3种血也没跑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卡牌 TG 下路要一波的。我操，这骚鸭好猛的骚鸭，兄弟受不了了。饼哥什么情况呀？饼哥能不能好好玩一把呀？好好玩一把结束了呀？正常玩一把早结束了。你又不会真是他自己不 C 的局，他不想赢吧？饼哥正常玩一把随便赢了，已经每波都是晚来的。战歌要响嘛，英雄不够用了呀。
真的假的？这第4把的游戏内容，他妈 ID 一遮啊！已经想起来了，战哥还是想起来了。为什么兵每次来的这么慢啊？他们给我早点来啊！还老贪那几个兵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想的呀？真想点宙斯啊！骗骗兄弟们得了，别把自己骗了。这个看他讲不讲好吗？你懂我意思吧？对，我懂你意思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总是这样子？就永远就差这关键那一盘吗？用建模都得办蒙多，不如问问兵哥前4局为什么能送2局，少送1局的情况下，是不是都3比1战胜了韩华？这才是本质吧？炳哥什么情况呀？炳哥能不能好好玩一把呀？好好玩一把结束了呀！炳哥不会真是他自己不 C 的局，他不想赢吧？炳哥正常玩一把，随便赢了已经，每波都是晚来的。战哥要想嘛，英雄不够用了呀！真的假的？这第4把的游戏内容，他妈 ID 一遮啊！已经想起来了，战哥还是想。我看到韩国队夺冠了，我真的牙都咬碎了。你不是你们这样说，我真的很伤心啊！我是 LPL 的职业选手，我怎么可能不支持 LPL？LPL 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还给了我饭吃啊，我肯定支持啊！战哥想起来，手机变成手电筒，战哥放起来了，今天来燃起来了，就得2万，决胜局赢才爽！我操，这看着压力好大，兄弟！哎呦，不敢看了，怎么办？不敢看了，我不敢看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要时刻的保持信心啊！输了的话 ，S3之前都要被称为第2赛区了。输了就输了呗，输了也就别说什么黄金之路了。没事，相信决胜局，相信。给 BLG 加油吧 ！BLG 毕竟是我们 LPL 的希望啊！我也真跟 T1 真跟当年决赛一样的剧情吧，感觉这集我看过呀，这集。我说的，现在 BLG 2万沉得住气的，好吧？打 T1 也沉住气了的。看最后一把好吧，兵哥找回状态也没事。图5能救不？图5兵哥一个人 C 能不能救嘛？能不能和解？加油吧 ，BLG！BLG BLG 绝对还有货，但就看 BP 怎么拿。来吧，决胜局。这一局是 HLE 选择了在红色方，那这样可能 counter 位还是会留给对面的上路宙斯。对，那上路还是要被 counter。BP 没那么重要了，还是要看选手的自己的底库啊。哎，魏放出来了，楚雨荨放出来了，反正自己要选的最好的英雄啊。此时此刻，就算是陷阱也得选，就是此时此刻最好的英雄。抢下路吗？韩华。哦，云路回家的味道。未打云路能接受啊，这个绝对能接受啊。但古马奥斯今天他妈状态不对的，其实古马奥斯今天这个云路我还真有点那种了，都有点忌惮。兔子加魏没毛，罗拉加魏秒后排没问题。兔子胜率是不是有点太低了呀，兄弟？2-7，闹麻了。这句话 BLG 最后一选。或者其实这里出上路也是好的，这里把上路选的也是好的。兵哥选什么？反正都要被康特，兵哥真选了呗。哎，怎么说？先出剑魔。我操，裸剑魔，这有点自信啊。先出嘛。对，兵哥先来建模了，兵哥站出来了。啊，昨天建模表现不错，宙斯，我来教你玩一把。我几乎从来没见兵玩过这英雄。我跟你们说，兵哥建模不是的，我有点凌乱，在他上单里前10都排不进，不能住。他当时就是不服惹塞呀，选那个 B 建模回家了，忘了。这建模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搞笑的。炳哥以前建模玩的挺好的。炳哥以前 LDL 是建模绝活哥，是那时候他只玩建模和船长，建模这把随便游了，我跟你们说随便游了。我操，超雄选的是潘森哎，现在就怕宙斯又搞那种非常规的，看这活的英雄是够不够的，要不给他永恩办了吧？永恩有点吓人啊，永恩是活玩的最好的英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操，好搬。永恩搬了，其实安心很多。永恩绝对要搬啊，永恩不搬不想赢的，我说真的，永恩不搬绝对不想赢的。先选个塞拉斯，10楼再看一看上单出什么。这把塞拉斯绝对狗懒，我跟你们说。这把塞拉斯绝对狗懒，改天有了，改天赢了。塞拉斯一点得想想下路选什么了。左边应该就是女枪加女 T， 只能女枪加女 T， 没有第2个选择了。怎么说嘛，道哥 ？MF 有潘森不要选 MF， 个人推荐。正便选。哦，女枪来了，女枪加女 T， 对，这样的话应该是女坦了。还有雷欧，对，没问题，雷欧可以。只能玩女 T 啊，不玩女 T 玩什么 ？Lico 吗？Lico 现在对线没强度啊。操，兄弟，我感觉选尼克要爆炸了，这个。上路只能玩肉啊，宙斯不是塞恩就是梦多，应该看看宙斯要不要玩他自己的绝活刀客汤梦多。选梦多，兄弟，我猜绝对是梦多，信我，信不信？我觉得5楼绝对选的是梦多，看到 B 哥。看嘛，我最骄傲的各位，他开始模仿了。他当时冠军就是这么玩掉的，你给点啊，装的嘛。猜看对不对，兄弟？我开了透视，兄弟。蒙多的建模逆康特的，反康特啊，逆向康特。
这个非常夸张，这个是逆 counter 是究极逆 counter， 这有点夸张。这个但是28开我。蒙多打建模临时开啊，看不起，我说实话就是看不起，你知道吗？被他妈打出屎了呀，兄弟！我对线可以练一点，无所谓，我看不起你。对，明牌看不起炳哥，对吧？就是看不起啊。蒙多打建模，他早抽吗？早抽呀！建模天成下凡局，抽死你！上路刀客团梦多应该要被冰大哥抽。有了呀，这把 BP 赢了呀，感觉这把 BP 还不赢吗？这把建模不随便砍啊！我操，这把兵哥封神了，左边右边3个近战，还是他妈全是这种肉便器阵容。你告诉我这建模不赢，这建模只要打正常发育，这把打团随便赢，兄弟随便游龙。如果这把兵哥起来的话，谁能打？不可能选蒙多的，我说实话，就是纯看不起这个，纯看不起。10楼出了个马桶英雄。这个打建模，他相信自己啊，他就是觉得他好自信啊。首先他能发育，左边这3C 选完伤害就是不太高。蒙多只要是一个正常发育，玩到后面他就是无敌。但就是对线压力实在太大了，看阿斌对线能够打出多大优势了，这把必须得出大优势的。赢的局，这把赢的面就是阿斌打蒙多打的天匪，团战能 C， 但是一旦出现蒙多拿头，这几个英雄打不了蒙多。左边真打不动蒙多 ，MF 是天怕蒙多。我感觉右边好一点，后两手办我觉得不太。这把永恩真不厉害，给汉华就永恩真不厉害。你家上路是建模，你可以给他永恩啊。各有优缺点，好吧？有点时间压力，对 BOG 阵容。右边是主要是云安的后面越打是肯定是更优解的，因为左边是压力是有点大的。相信 BOG。兵哥最后的，如果是个兵哥熟练度高的，我无脑看。这样说，如果这个建模是宙斯，我已经100%赢了，BOG直接赢了。那兵哥建模真的也菜。这个建模是兵哥宙斯已经赢了，那只能相信兵哥了呀！现在他选了就相信，不用问这个。但是相信好吧，选出来就是相信，我管他呢，我不管，我就只是管他过吧，先支持再说，打不过再马后炮再说。先锋赛能做到，我相信他们，相信 MSI 也能做到。哇，这现场嗨到爆！蒙多无敌了吗？蒙多这把怎么无敌啊？蒙多这把无敌不了啊！这把无敌的是建模呀！感觉你们没有游戏理解。拼后期是拼不过 HLE 的。我们是建模，你懂吗？建模是有奇迹的英雄。建模是不怕蒙多这种肉边英雄的。对，建模不怕的。你越肉，我打你，我越回的多。对，很爽。上路其实这个陀螺抽的一般，为什么说抽的一般？勾巴的就往上路一归，你拿他没招啊，他扒住了宙斯。建模，我操！但是炳哥这个出招，我说了他已经封魔了，没必要出这个呀。炳哥已经封魔了，说真的。蒙多其实没必要出重伤的呀。对，因为他不会跟你对拼啊，为什么要买这个？他已经魔怔了吗？他已经。勋哥想绕吗？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gank机会的，对，已经绕过来了。来了呀，节奏马上到了呀！啊，失误了 ，Q 闪没中，完了失误，蔡文别死。OK， 哎，一两个传到，还差一下，外边有队，没有被换。立功啦！上线，这不就是上线？我操，欧文太关键了呀！这不这个一闪很漂亮啊！是的，抵赖的绝对不是人。你露露但凡他妈反应快点，交个闪都死不了，还得靠你抵赖的。抵赖的这个 QQ 攻了，本来熏死了，变羊也没有，盾也没挂到，太他妈菜了！这个抵赖的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兄弟们，太菜了，他有点儿。他露菜，他不是那种屌的露露啊，露露咱送了云安就没用了。nice， 这波打完，下路的对线慢慢的要逆转了。先看一下上面，压力，温要死，哎，骗了一下假身，天外飞仙这里也来，上面那个应该会死啊，卖欧文了，这暂时下线了，开真有大招，哎，会抓到机会了，这位置不小心了。欧文，你立完功，你别在那里看吧，这个位置是落鸟坡呀，专门落的。什么情况啊，欧文？去上路头就会晕？没事啊，有输有赢啊，有神有鬼啊。但是没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把得看炳哥，这把真正的 BOSS 是上路。我只能说兵哥100刀，真的行。剑魔压爆了蒙多，20刀能理解，但中期这个焚天剑魔出来的时候，右边挡不住。这把等一会儿剑魔的团战会特别好发挥啊！感觉上限很高。但主要兵哥这把能不能 C 呀？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相信兵哥呀，他的补刀已经很多了。他只能信兵哥了呀。中期站出来看谁厉害，非得蒙多厉害多了。建模厉害啊，后期是蒙多厉害啊。对啊，中期又是兵神下凡，巨神兵下凡。所以说这把小龙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给需要一条小龙。宙斯写选蒙多是个败笔。龙BLG可以第一时间动，而且看起来汉华是刷了直接打。对，但是在装备上是有劣势的，看能不能打快一点，打完要早点撤的，这波团没有那么好打。这波打完龙看能不能撤。这边露露闪现给个大，还没击飞，我操！这边
一个大给的非常不错，这边塞拉斯要出事了。在伤害很多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秒到这一卡，反而是欧文走我操，了。感觉要退败了呀！那他要收完了吗？对了，这露露不对，原来这个没有后续的出去了，啊，被吸了。这波打了个1换3啊，对面只死了一个 ADC， 但是小龙被右边拿了。我帅亲妈爆炸呀！哎呀，炳哥就不能牺牲一下吗？你来呀！指导对线，龙的节奏断了。还得前线还得建模，得打团，因为他得想办法带上建模的。对，得想办法围绕建模这个点打。刚才就是很明显落后2件橙装啊，不能这样接团的。你可以损失2条命把这个龙吃了，但是你不能接呀，赶紧 run 龙走了呀。你看这个技能教的是还想打，落后2件橙装啊。这波100%赢的，他们控制也是一定能秒你一个的。但空间打得巨彻无比，都在犹豫。相信兵哥了，现在只有兵哥的那一波进场的时机。哎，就这个时候主要选出建模，确实不能跟蒙多只发育。指导对线，兄弟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角色互换，赵红一定会来。好难受啊！就你只跟蒙多玩这种1v1男人大战，那这蒙多太能油腻住了。这种中期建模，你肯定要找机会打，找架打的。炳哥来打团那一波应该是绝对随便赢的，2成有感觉吧，2、3成吧。那听兵哥了呀？有兵哥，3成是兵哥。古马好肥啊，这鱼。要配这云阿娜 A 爆有感觉吗？来了！手段来了，手段！机会，古马是冲，古马给逮到了，洛都逮到了，漂亮，直接被秒了。外边的后面吸到吸的也不错，到现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到现在的实力也没事，兵哥天神降，天神下凡了，兵来了，这种来没有用的，这种结果是无敌的，暂时给我留住，能不能杀？这卡也能杀，没有闪现的这一卡，漂！人头给谁吃？袋子知道，漂亮！哇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一波打回来了呀！这波中路开得好啊，欧恩还有勋的位，把团打起来了，还得守大哥。打出来，然后下波你还没闪，等着，下波建模看什么砍死你！奈特已经3个头了，打得很肥。但这把现在就不一定了，主要这波奈特拿2人头啊，太关键了。丙大哥沉住气有了，别被这宙斯规烦了就行。哇，他这把有点在闹麻，我说实话，他这个蒙多医生。没有，主要是建模不比你蒙多差，你要懂这一点。这把游戏都可以不理这个蒙多，就切后排，全切，没到蒙多时间。不要接着把这种全切后排。说实话，感觉现在最怕就是右边不接团啊！顶队买出水晶鞋，这波是最强一波，这波是最强的一波，最强2波的一波。打起团来 ，BLG 的阵容是一个强势期，但 BLG 也没有急着去下半区，先帮上路把线给处理完。BLG 的玩法是那种比较贪的。这波团战只要正常打，随便赢，我只能说是。但是 K 奈没有 TP， 上波摊的一波塔，这个小龙来不及吗？小龙应该是选择直接放掉了。这小龙给了吗？我操 ！BLG 这龙来不及，上波摊了一波上1塔，我这龙没了啊！操，这龙不打呀！龙直接给了是对的，这个团打不过，而且这个龙也不厉害。龙在这一把并不是关键的东西，这把主要还是看。那1、2波团到底谁能赢？龙只是打起来那1、2波团的理由罢了，无所谓，最后都是一样，就是盖死古马谁就赢。对啊，这个龙就无所谓了。但是好像对于右边来讲是好消息啊，小龙垃圾，他让他妈扒住啊，他就扒住，一直扒到40分钟，怎么办啊？哎，这小龙垃圾对右边来讲真是优势，他勾扒后面龙都不去了，他就扒着发育，你怎么办啊？最变态的是韩华不接，这样建模一直打不了架，你知道吗？最怕就是打不了架，然后等到3件套，等别人 C 位的装备成型，你就没有那么厉害了。右边发育到后期上限肯定比左边高，左边就一个建模有上限，但是右边5只都有上限，布鲁是辅助上限的天花板呢。后期右边厉害一点，而且还有蒙多狗也很屌啊，云阿拉难受了，真得干一波了。找机会不能发育。我不要这把没打成树龙有点难受。上条龙没打，其实他们真该打的，有一说一，就该打，就看一会儿的那波团了呀。其实建模16级很能打这一波。是，对他们说蒙多这个英雄叫16级的肉天使，但是蒙多游龙了有感觉吗？蒙多感觉已经有感觉了，一开始啊，我操，蒙多已经有感觉了。你只要一套打不死他永远是满地翻转的一点。后面还是龙团，小龙是哪边的不关键，主要是看龙团能不能把对面的人杀的。对，看那波关键团了。看吧，这波团战赢了，基本 MSI 冠军就是谁的，是一个来自于3冠王直播间说的。这波小龙团谁赢了，谁就 MSI 冠军。决战凭什么敢动龙啊？决战给大龙给机会的。左边最能打得动这个蒙多的人是谁？魏。来了，跑进去自己脱节了，太急了呀！为什么呀？有啊，直接啊，说几遍，你不要 A 呀，你妈的，你为什么 A 他呀？
我操，宙斯正面宙斯没人弄他呀，没百分比都死了。这波走，这边没有输出能打得动蒙多啊，第一时间。蒙多甚至身上还有大招没有摁的，那这样龙可能也要掉了。第3条龙还没拿到，我操，完蛋了 ！BLG， 大爷松了，龙人拿嘛。操，连探草丛技能直接放马，抽完支架，烧了呀！一掉一拳，2次这样，他2次这样了。怎么突然间就上去了？你们就2个人，中野，你这个中野是杀不了这塞拉斯。哎，干嘛呀？他不直接就把自己拉出去送了。对，布尔也赚。元老不提了，他那个矮交元老不提了，好疼啊，办了，多大了？哇，这波打完完全没有进攻压力了。HLE 这边很舒服的拖到了自己这个阵容的绝对强势期，因为这波打完是16级蒙多，马上加上一个3件套的古马玉。标记他这个资源弹，我觉得来的是真的慢。你怎么锁上去了？等建模来啊！这连探草都不弄死他，非要打一个 A1，老子。对面妈就难道又是宙斯的炼金龙魂吗？原来是对面的炼金龙魂吗？这边第2赛季了。我操！这他妈的玩什么呀？我对面好不容易来接团，你他妈打一波也行啊！玩个建模25分钟没有打过一波5打5，但是不是黄金之路了，下坡路了，现在白银之路了，下坡路了。右边的未来比左边大太多了，这5个人都有未来啊，左边只有1个英雄有未来啊，只有兵有未来啊，一个人真能砍5个人吗？兵赛入。看看 HLE 的进攻，蒙多去带路有没有机会冲到？宙斯假肉啊，宙斯，哈哈，死呀！蒙多没秒掉，没秒掉回血了。兵哥这里能1躲5吗？兵哥被变成小动物了，露露太赖了，我绷不住了，我该到点了。这大哥啊，他妈盯个蒙多打呀，抓着一个蒙多打。爷妈，这宙斯的血条在蹦嘚儿，2个 AP， 这2个虾兵蟹将，蒙多就不怕了呀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哇，这蒙多有点吓人了。这啥意思呢？这就是闲庭信步呗。他很想过来刚一下，能惩罚他吗？还在装逼，他真装啊，玩的。我操，上单差距了。我说句实话 ，BLG 上路换腐烂赢了。我说这我就可以看出蒙多跟建模的对比了。我说实话，兄妹大吗？到了呀。他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尔塔下为什么不尔了？哎，这里位直接锁头的话，宙斯要被秒的。第一时间锁蒙多真被秒了。他第一时间他没想到蒙多下血这么快，就是能秒呀。蝴蝶飞过山海了吗？难道？感觉是苍蝇飞不过，玩不了。阵容就是很扎实。想开，剑魔进来了。这里兵哥想绕，但是被逮住了呀。好，要游龙河道的剑魔有机会吗？兵哥，河道剑魔有说法不？别先打宙斯。兵哥，宙斯顶在第一前线，兵哥这个位置要死了。兵哥有人救吗？兵哥没人管，要看正面。兵哥直接被拎了。这怎么说？没打到，有伤害了。啊！我操，衣服一脱。宙斯！哎呀，这蒙多已经无敌了，这样蒙多怎么处理？蒙多呀，怎么办呀？那这个蒙多已经无敌了，已经是有点无力回天了。现在蒙多无敌了，这凌晨，爆炸。英雄联盟未来游戏啊，这1个人打5个人确实有点难，因为左边要杀右边5个人，右边只用杀左边1个人，这就是英雄联盟。他右边把剑魔杀了，还怎么打左边？兄弟，30分钟的剑魔有什么用？投篮一个，这蒙多是不是无敌？主要兵，我不理解为什么剑魔要出青刀啊？他出青刀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哥，真没味儿，这剑魔不一定是血手啊？你血手再补青龙刀都没人说你啊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买个青龙刀，结束了。别上摔。虽然说目前来说看很不友好，但是我们要相信，在基地没爆之前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这就是英雄联盟的魅力。说不定对面有人放命呢。现在只有一种办法了呀。就宙斯突然电脑掉线了，这卡拉到了，盲视野，哎，后排盖住了，这波机会，打游戏，这里被秒了，你看拉这条被秒完，古马这里一滴血，古马这里凯旋回了一口，哎，剑魔拦得住吗？剑魔好像无敌了，没有露露了，哇哦，还有机会，但是蒙多怎么办？3v3，蒙多在这个3个人脸上，现在没法打蒙多呀，慢慢打，别打动剑魔啊，都是爹打爹。看看兵大哥有机会拯救地球吗？去追岸了，哎，又躲一个公文包，但正面 Z 卡应该能杀 ，Q 一下，遛蒙多的狗，ON 遛他对躲 Q， 漂，4保1是对的，这是漂亮，我跟你说了，还来打，龙来了呀，拿龙我就ON 遛狗了，走了 ON，说了充完员了。
有机会了！把原来重拾起兵哥也是无敌的，兵力还没爆炸，其本来就这种剧本。天哪！那这样还有一线生机，还有一线生机，还有机会啊！我说其实还有左边有奇迹团，有奇迹团的说法的。你们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你们以为胜利马上就要到手的时候，BLG他还在争。兵哥不死，哔哩能赢；兵哥倒了，哔哩就击。刚才那波是一起做了一个爆炸球果，把妮口送进去，有这种点子吗？就得有啊！上线！我这波立功了。那下波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吗？下波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吗？如果能秒 AD 的话，蒙多就没有那么厉害了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蒙多到现在这个情况下确实很厉害，但是他阻止不了 BLG 强行杀他的队友。如果蒙多的队友都死掉的话，那蒙多最后的命运也是被六。古马因为这波有闪现、有钢锅、有枪弩，加这波团的输出环境有点好，都是要小心一点，能把他秒了。他秒了的话，兵哥有点无敌的。但是他在的话，兵哥有点会被他秒掉。这一波有个完美绕后野，包一下古马，现在必须得威胁古马。跳大了。但勋这边，古马有劲！下了一场暴雨，兵这里要有龙啊！感觉没机会了呀，韩华要被爆炸了，韩华。Viper 也被欧下来了，来了，肉搏来了，冲力肉搏，互相都在抓别人的软柿，纯满血的状态，杀他的队友，杀他的队友，最后上野被 S 上野。兵大哥，谁打的死他呢？我就问一问呐，来，蒙多有种今天零飞我，还真是来嘛多，一刀又回900，你怎么说？一刀回150，再回600，你看看，打了无一能杀，你破了 BLG 啊！我的天哪，太不容易了！哇，你看有机会，你看看，说了他妈能玩，没资源啊！哇，这没资源，太可惜了！我操，又是野辅！我操，顶级补吗？传奇补弹手，他就是个漏洞这把，他是一定不能死的，袁妈一死就很难打。只要古马死了，兵哥就是无敌。好礼物再送2波，古马有请335，再来一波335赢了。哦，他不去金身，啊，兵哥春哥保不住的，复活甲了，兵哥只能靠兵了，围绕我！哎，我想到了，孩子们，大话说前面啊，这有可能就是哔哩设置的剧本，兵的封神之路啊，1打5，打下 MSI。BLG想中大龙，逼你过来，互相打团，一个大这剑，剑魔戳穿，打大龙，看你了，冰城，我相信你，中国队长，新哥成剑来吧！中国队长，冰城能不能赢啊？新哥成剑，都有春哥，这蒙多一扔移到后排了，这个卡纳米的，外边也先倒了，但是古马羽西没死。哎，这个兵哥不能死啊，完了兵哥死了。龙被抢了，古马人没管。这波逼龙，主要龙被抢了，而且蒙多还是无法阻挡，打不了啊！兵哥倒了，完了，安了，不要啊！哎，对面也是5个人呀，对面5个人走过来了，怎么能打龙打到底啊？要拿下了呀！野辅尽力了，没办法，要不。这个大龙是你打大龙是你妈什么逆天角色呀，哥们儿！人家他妈是个潘森，你是个魏，你能拼过他整吗？这打鸡呀，谁的角色？按勾吧！不杀约安娜这个怎么赢啊？打呀，带着杀2个，剩下蒙多跟贝卡怎么办呀？但是蒙多 ADD 就已经赢了。这韩华都能夺冠呀！我操，玩成这么垃圾！就这几个 BT 王的叛徒，就靠2个叛徒赢的，神奇什么？这卡拉比送成这样都能赢，我日！不是这都能赢吗？这都能夺冠吗？原来 I17都能夺冠，真恶心啊！玩的，顶哥在我心中再也不会是一胜，他真的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，成不了大事。完了，这下真轮到第2赛区了，肯定朽木不可。现在是第2赛区了，我要低下头做人了。我操，好难受啊！算了，没事，看着难受，反正又不是我打的，不难过，我没关系。恭喜韩华，不仅拿到了 MSI 的冠，他们还阻断了 BLG 的黄金之路。功亏一篑，兄弟，黄金之路还没等支上呢，就已经录了。黄金之路变黄金之路了呀！哎，你们期待的黄金之路没有了呀，没有黄金之路了，变成黄铜之路了，没有黄金之路了，闹得麻麻的。猪头，你这个 BLC 跪下！天下地，你们赢了，我投降了。古马 UC 也完成了离开 T1 之后首个大赛冠军吧，又拿下了世界赛的冠军。啊，这是大满贯了，这是全满贯。给纣活送上。完了，现在纣活真是世界第一少男了。那几个叛徒神气什么呀？BLG味道好冲啊！这种世界赛决赛的味道真的冲，双败不要脸。
我们赢过了。虽然可能弹幕不认，但是5比4。虽然但是5比4，这奖杯分一半。妈，3比0的韩华，他3比2赢我，然后他冠军，凭什么？5比4，对啊，总比分5比4，他冠军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，原子竞技是的，赢家只有一个嘛。等 S 赛吧，没意思。